那个不错。哎，快松开！快松开！快松开！顾延昭。这个衣架要是像点将那样固定在地上，你刚刚就已经把自己勒死了。没事。都走了半个时辰了，还没出宫门，不然我背你吧。不，千万不要。小小，县主呢？在清辉宫查案。查什么？查点将要怎样才能自杀？黑衣，太史丞找我。怎么？担心我，怕我把自己勒死？这木人可是我问赵一正借来的，弄坏了我可赔不起。这宫里还有你赔不起的东西。这宝贝仿照了真人的关节和穴位，有且只有这一个，除了赵一正，只有我能用，是无价之宝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太史丞，这木人可不是我抢来的。这不是普通的麻绳，是藤篾丝，原本长在水下，晒干后编成麻绳，韧性极强。用热水浸泡之后会变得柔软。冷却之后又会逐渐收紧。点将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自杀的。但点将的尸体上似乎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。我在他房间里找到了软筋散，应该是他死前为了防止自己挣扎服用的。看来县主已经破解了点将自杀的方式，那我就安心了。先生，你等一下，这木人是赵一正听说我要复现点将的死法，主动拿给我的。当然了，这宫中所有人的东西都会主动拿给县主使用，这有何稀奇？不是，这不是我抢来的，也不是我偷来的，我也没逼他，我也是刚知道他有这么个宝贝。你是怎么发现
点将自杀的关键点是在于那个特殊的藤面丝带。点将脖颈和四肢处，除了被绳索扼紧的痕迹，还有一圈被烫过之后的小水泡。我便猜测他所用并非普通麻绳。白修罗这么做就没有所图。宫中从前有过的旁门左道，要么是背后之人贪财骗色，要么是为了权力，还有一些是为了诅咒旁人。可这白修罗却只想要杀人。如今这些信众一一赴死，对白修罗有什么好处呢？只怕如今这位已经不是曾经的白修罗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点将身上的礼衣，我去问过了。前几日雪姨娘忽然惊惧乱飞，将淑妃宫中闹得人仰马翻，所有人都去追雪姨娘了。礼衣应该是那时候弄丢的。想必收纳礼衣的库房也没有翻动破坏的痕迹吧？干净整洁。如果不是点将之事，他们都不知道礼衣弄丢了。之前因为他没有犯案时间，没法抓他。现在看看他还能耍什么花招？辛苦你跑一趟了。乐意至极。这2包果粉是从你屋里找到的，一包是雪姨娘最喜爱的，一包是她最厌恶的。你用操控雪姨娘的方式帮白修罗做了不少事吧？玉兰树下的人参子，祭坛旁的迷阵，淑妃的礼仪，都是你干的吧？肯说了。你们说的，我认下便是。白修罗的信徒虽非权贵，但他们拥有的微小的权力也足以为白修罗所用。潘永琪熟知宫中守卫巡逻的路线，罗志安能拿到药和毒，点将作为冷宫宫人，行动反而最为方便，没错吧？潘永琪的人参子，罗志安被重用，点将心心念念的礼衣，都是用这种方式做到的吧？白修罗给予我们的恩赐，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。每个人只是做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。所有事都是信徒之间相互帮助，与白修罗有什么关系？他没有白修罗，我们如何互相帮助？那白修罗怂人自杀，害人性命，又是为何？只有最虔诚的信徒才能被选中去迎请白修罗，何其荣幸！说点我们不知道的吧。县主想知道什么？说说你姐姐，宫莲。对了，我还查到福区有一个姐姐叫宫莲，从前是淑妃娘子暖房里侍弄花草的工人。2年前一个晚上，
从阴阳路旁的一处高楼上跳下，宁野局当时去查了，是自杀。他从高楼跌落，也是为了迎请白修罗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不会遇到白修罗。如果不是他，白修罗也不会抛弃我们，都是他的错。白修罗让雪姨娘在所有宫人之中选中了我，让我在思院司不再受欺负。而宫莲呢？他也得到过白修罗许多恩惠，可他为什么偏要在最重要的时候抛弃白修罗？白修罗。下月初七，我欲来兮，信女宫莲速来迎请。白修罗，如何迎请？白修罗，迎请，就是让他自杀。那不是自杀，被选中的信徒前去迎请，这是天大的福分，换做任何一个信徒都会义不容辞。可是宫莲不仅贪生怕死，竟然还诽谤白修罗是假，谎言这一切都是他在背后安排。若这一切都是他在背后安排，白修罗又怎会入我们的梦，告知我们他即将降临之事呢？自相矛盾，漏洞百出。白修罗帮了他那么多，他却只顾自己，无论如何到最后都不肯。所以你们就逼他去死？我们是在帮他，帮啊！他亲眼见过白修罗失陷，自然知道白修罗降临之后他还会回来。可是他偏偏如此糊涂，如此不争气，所以你们就杀了他。杀他有什么用？迎请白修罗要的是心诚，我们不会杀他。或许他到最后是想明白，可他却是在白修罗本要降临之日走的，来不及了，没用。此后，白修罗就再也没有入梦，抛弃了我。有多少人知道宫莲要迎请白修罗？许多信徒都知道。又有多少人帮他做了最后的决心？不知道。罗志安、潘永琪、点将，还有你，我们是在帮他。如果白修罗也让你去迎请呢？那将是我的无上荣光。与君归西。滚！你死不了，白修罗也来不了。来人，县主，看好他。是。县主，查到了，西南人，
从巫医之术，初秋时期，自称有一种治病的秘法，不需要喝药，只需要按照一些仪式，在水网上空写字，之后将碗中之水喝掉就可以治病。还真有人治好了，不少工人内侍都来找他，赚了不少钱。什么人？宫中负责守夜报时的内侍王安平。晚上在宫中走动倒是方便。他人呢？扣下了，正在搜他的屋子。你就是白修罗？不什么不？海底了。是，我是，但不完全是。好好说。贤主，我只是让他们精心供奉，许诺他们来世都可以投胎成为大富大贵之人。县主，县主，他们最多就是给我一些供养，但绝对都是自愿的。我就是想搞点钱花，我根本没想弄出来人命呢。白修罗杀人的事儿跟我无关。这些人的死与你无关，那公莲呢？内业局当时就已经调查过，公莲是自杀。你怂恿一众信众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你手上没有沾血，就能说自己是干净的吗？可杀他的不是我，就算把我带到圣上面前，我也无罪。他，你肯定认得。武舍人不愧是手眼通天，这小子被下了大狱，我可是记挂了很久啊。老三，还愣在那干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叔好好看看。叔，哎，看来武舍人到底是信不过我，还找个人来认认脸。现在可是相信了，不过是在商言商。黄铁拐来这儿带了多少盐？冬日路难行，再加上这圣都附近盘查得很严，这次我只带了1000担，藏于山中各处。啊，货虽然不多，但这第一次生意谈成，大家有了默契，再往后谈生意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平安，你的钱我只能先付你一半，等后面的生意都成了，再把余下的补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自然不会与武舍人计较这个。给我2日折兑现银，2日后，在附近的七云山见，互验银货。进。堂堂大理寺少卿，怎么比我还晚1日出来？听闻你刚从城外回来，说到底，还是去跟叶平安做生意了。是又如何？康平王知道吗？这种小事，我父亲自然不必知道。不过，
你要是能拿出1000两，这笔生意倒也能让你掺一脚，利润分你30%。银两要得紧，交易兴许就在近几日。我提醒过你，叶平安他有问题。他有问题需要你来提醒我。他既然费尽心机结识了私盐贩，就一定是挖了坑等着我跳。那你为何非要与他做交易？你该不会以为我是真想买他的盐吧？我是想知道过了1年，我和他再次过招，谁更胜一筹？你若执意与他斗，我就不掺话了。那你还不走？是等着看我沐浴吗？都怪我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走，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姑母，这跟你没关系。你跟丹心都是做了决定就不回头的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姑母我会有多难过？是平安不孝，可平安此生只能做个不孝之人了。我问你，你为何要亲自现身去交易？你明知这样做一定会引起对方的警惕。一个人独自下棋久了，总会渴望对手的出现。当吴显儿发现我给他布下了诱饵，你说他会不会邀钩呢？慢点，慢点啊！真可爱。哎呀，我们宁儿过来看谁啦？来，让叔父抱一下啊！被你叔父的凶样吓到了吧？我们宁儿啊，天生聪慧，一看就知道你叔父是个大坏蛋。哎，跟咱们女儿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嘛，你弟弟为虎作伥，在外面不知道有多少人骂咱们家，我出门都抬不起头。走了，宁儿啊，以后可千万别学你叔父。嫂子就是嘴上不饶人，实则用了我给孩子取的名字“刀子嘴豆腐心”。对了，你身边那个整日盯着你的何茂山，可是个小人，你还不处理掉他？袁少卿，袁少卿应当不知道，我跟康平王都说过什么吧？什么意思？那个叫陆丹心的死了之后，你和叶平安一起去他的住处找他留下的东西，你们的对话，我可在外面都听到了。哎，不是，袁少卿，袁少卿莫紧张，袁少卿莫紧张。我向康平王禀报的时候，只转述了叶平安的话，并未提及你也在场。好，为何不拿此事向康平王邀功啊？哎呦，我能邀什么功啊？我就是大理寺的一个小吏罢了。康平王看不上我，得罪了你，我就能平步青云了。再说了，眼下康平王器重的是你，只有跟着袁少卿，才能越混越好。啊？知道他是小人，就知道该怎么用他了。
那个消失的叶平安现身了。没错，叶平安摇身一变成了牙人，其中定有蹊跷。康平王那头尚未兑现举荐我做尚书右丞的承诺，如果我能抓到他的把柄，我就可以得到康平王的倚重。赵玉，在。我宇呢？又去看长青了。自从他知道长青是采莲的父亲后，就把长青当自己的父亲来孝敬。你去一趟，跟他说，近些日子盯紧吴显儿，有任何异动，禀报给我。是。吴舍人，黄一鸣怎么没来啊？问买家卖家多从甚密，我这牙人不就没用了吗？行，那就互验银货吧。慢着！不用追，不是冲我来的。带上人，随我出城。是。我看到吴显儿出城，就派人跟上了他，一路上留下追踪的记号。去大理寺叫人，即刻出发。货都在这儿了。不用了，既是你光顾我的生意，我自是信得过。想必你的盐也是足斤足两。武士人既然是我的财神，我送送你。哎，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告辞。都给我站住！上！把两边人全都拿下！这是状告何以克扣曹饷的举告信。武由敬为人谨慎，看到后必会自断扬州沿路。沿路一断，他必急寻续接之策。平安，我们就能走下一步棋了。康平王饶命啊！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你真的只要100文1斗？吴显儿既然看得起我这个对手，那我便遂了他的心愿，化身为鼠，让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引他这只桀骜不驯的猫入局。原来1年前放在罐中的是掌心使令牌。叶心使既然重回圣都，又找上赵某，想必是深有要事吧？圣都之中有官员操控盐业以谋私，我想将这条大鱼钓出来。盐价高涨，百姓无盐可食，民生困苦。这背后的人，是时候该被揪出来了。
舍人，我接到密信，有人举报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知法犯法，谐音购买私盐。赵侍郎来得正好，我也接到密信，称此处有人贩卖私盐，我便前来交易，引其上钩。果然，人赃俱获，还请赵侍郎将他拿下。赵侍郎，50人说我贩卖私盐，可买卖同罪，赃银在此，仅凭他一面之词，岂能定罪？禀报侍郎，发现一副上文甲。吴舍人，我们就这么走了？你让我们准备的东西还放吗？放。是。叶平安，你可真是胆大包天，不但贩卖私盐，还私藏甲胄，此等行径，罪同谋逆。我不过一介平民，怎么可能有这伤银甲？有这能力的，得是你武家呀！你没有这能力，你身后的人有。要是武家落难，最大的受益者便是李氏。为保东宫储君之位铤而走险，不足为奇。好了，越说越荒唐。此事关系重大，仅凭一人之言，难辨真假。此物就藏在私盐之中，无论如何，叶平安都脱不了干系。来人！慢着！我看谁敢轻举妄动！赵侍郎，你如此维护叶平安，难道是也想谋逆吗？赵侍郎，我跟你走。这边，过来！撤！你们快走！快走！此人便是叶平安同府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贩黄武明。不对，此人的拐杖呢？